美国海军宣布，为了保障福特号航母明年部署，将拆掉下一艘航母的零件，补充这艘航母。这又是为何？为什么说这一举动表明福特级航母的失败？中国又是如何引领航母的未来？根据美国海军学院新闻网站的报道，为了保证美国最新的福特级航母首舰福特号能在明年顺利部署，目前美国海军与纽波特纽斯造船厂达成协议，将从正在建造的肯尼迪号航母上拆下一些零件，并将其安装在福特号航母身上。根据报道，目前需要在肯尼迪号上拆掉的设备还不少，包括 HMI 触摸屏、电机控制器、电源、小型泵、键位开关和阀门执行器等。不过，从美国海军这一举动中，却让人读出不同寻常之处。要知道，肯尼迪号航母是福特级航母的2号舰，该舰于2019年下水，并预计在2022年交付，2024年正式部署。也就是说，肯尼迪号航母按照计划明年就得交付了，如今却要拆掉零件给首舰使用，从旧设备上拆零件给新设备用，这样的操作倒不稀奇。但从还没有造完的新设备上拆零件给上一个设备用，这样的操作却很少见，尤其是航空母舰这样的先进设备更是前所未闻。而美国海军对于这种不同寻常的举动，只是解释说要顺利保障福特号航母明年的部署。看来美军是打算牺牲肯尼迪号来保障福特号，同时也说明福特级航母在材料与设备供应上也出了问题。不过要知道，福特号航母于2017年7月服役，原本计划2018年完成战斗部署，但此后的部署却一拖再拖，至今都没有形成战斗力。如今眼看到了年关，部署时间所剩无几，这样的举动更像是拆东墙补西墙，而这也与福特号航母自身问题频发有关。自福特号航母入列后，在后续的海试中却连连出问题，就算小修小补了4年之久，至今其实依旧不乐观。根据美国福布斯网站披露，福特号航母在今年5月份完成了计划中的最后一次海试，但福特号在此次海试中的表现十分糟糕。据获悉，福特号航母的7个升降梯中有4个依旧有问题。此外，福特号航母的电磁弹射系统也是故障频发，导致在测试中航母全天舰载机出勤率竟只能达到上一级尼米兹级航母的1/3，而原本美军期望福特航母舰载机出勤率要超过尼米兹级航母的1半。很显然，这些问题都将拖累福特号航母的舰载机出勤率。但即使这样，美军依旧在今年夏季让福特号航母完成了全舰抗冲压测试，并宣布2022年部署。而另一方面，首舰的糟糕表现也让整个福特级航母项目都备受质疑。尽管在不久前，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完成了第4艘福特级航母的钢板切割仪式，但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呼吁削减航母的声音却越来越大。而就连下一艘肯尼迪号航母也受到了波及。在2019年的时候，美国国会议院的小组委员会在美国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便表明了要禁止美国海军接受第2艘福特级航空母舰肯尼迪号，除非该航母能够部署 F-35C 战机。这一做法无疑是对4年前便服役但至今未能形成战斗力的福特号航母表达不满。国会认为肯尼迪号不能重蹈覆辙，因此坚决要求先验货再收货。另一方面，由于首舰福特号航母的肯尼迪号高达130亿美元，这也使得这艘航母成为史上最贵的航母，甚至是尼米兹级航母的2倍，但同时也意味着美军要花不少钱。因此，美国国会想在第2艘航母上削减经费，维持在110亿美元左右。不过，承建方却表示，费用设定上限的直接结果便是肯尼迪号航母交付给美国海军时，将无法部署 F-35C， 而国会表示这种情况不可接受，因此下这个规定。总的来说，肯尼迪号航母为福特号航母背了不少锅，但今天的情况却是肯尼迪号航母要为福特号航母能在明年顺利服役拆掉自身的零件。但这样一来，肯尼迪号航母后续的交付与部署也势必会受到影响。但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美国海军也没有打算用肯尼迪号来逆转福特级航母的口碑？
而是在福特号航母上孤注一掷呢？也难怪有人表示，福特级航母如同过去被寄予厚望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一样，已经失败了，只是美国海军不敢承认罢了。有意思的是，就在美国社会为福特级航母争论不休的时候，美国媒体又爆出中国在西北地区建造了一艘福特级航母的模型，并且铁轨驱动，以模拟福特级航母在海上行动与转向，并且这艘福特航母上还有各种电子设备，以模仿真实的福特级航母的信号系统。中国之所以要造这个模型，自然是为了将其作为靶船，以供东风26等航母杀手练习。据此，也有人表示，随着反舰弹道导弹登上历史舞台，航空母舰实际上已经要被淘汰了，因此各国现在建造的航空母舰都是跑偏了。而这样的观点也与美国的航母无用论不谋而合。不过，如今可不止美国在建造福特级航母，中国也在大力建造自己的新型航母，比如备受瞩目的003型航母。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相信航母无用论。航母作为海上舰载机的发射平台，在制空权主导制海权的当下，航母其实依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如今，中国航母发展势头迅猛，正在迅速与美国缩小差距。美国媒体就表示，中国的003航母已经能比肩美国航母。尽管在经验上中美的差距尚在，但是在部分技术上，中国甚至实现了对美国的反超。就比如福特号航母遇到的电梯与电磁弹射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福特号航母的舰载电力系统并不稳定，但是中国却能完美解决这一点。不同于美国军舰使用的舰载中压交流技术，003航母上使用的是由马伟明院士研发的舰载中压直流技术。舰载中压直流技术如同把电磁弹射本身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变压器，对电能利用的效率大大提升，也不用担心因为瞬间过载导致航母熄火。除此之外，舰载中压直流技术也可以在未来舰载电磁炮以及全能舰的研发打下基础。可以说，003航母在舰船电力系统上已经领先美国福特级航母。在福特级航母后继无力的情况下，003航母或成航母技术的领头羊。当然，在整体技术上，说003航母超越了福特级航母还为时尚早。但中国在航母领域的进步之快，使得未来的航母发展可能就要看中国了。根据专家的分析，在2035年的时候，中国将拥有6艘航空母舰，其中包括了003航母之后的核动力航母。而这些航母在整体技术上，可能将会对美国的航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反超。